昨天我花了8000块租了一套2000万的别墅。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姐爸妈来小院过年，我们是没有一天不想把两人给留下的。有人种菜，有人说的日子太美好。陈姐一咬牙一跺脚，就准备盖别墅给爸妈养老。别墅呢是套小独栋，一共4层，独门独院。上一位租客也不晓得干嘛，把超宽敞的1楼隔成了很多小单间。这里是什么，陈姐？这可以拆开，拆掉把右边的饭厅连通起来。哇，好大！哇！还是落地窗无遮挡呢，那这个露台花园必须打造成这种超级有氛围感，洒点阳光都不用出家门的那种。出了饭厅呢，咱们就来到了西厨。是的，这别墅的厨房都分了2个，这堵墙也必须拆开，也和饭厅连通起来。旁边单独的房间就是中厨了。中厨肯定油烟爆表，但这设计的通风也是极好。可以正面，然后葱啊蒜呀，给你开门就可以摘的。哇，这个爽哎！中厨外面还有一块小菜地，真像原地给设计师夹鸡腿的。1楼这唯一的一间卧室，当然是留给橘子爸妈的，不用爬楼，还带个独立卫生间。走，咱们去看2楼。2楼一上来这个区域，好适合做这种造型啊！走向儿童房的过道，也好适合做成这种小山洞的造型。这样的童年应该没啥烦恼吧？终于到主卧了，哇！天哪，我都没站稳。我的天，陈姐马上就是要拥有一个衣帽间的人了。主卧的采光也超级好，这个挑高是宫殿吧？瞬间觉得小院的房间好小啊！重点是这主卧还带一个超大露台。陈姐已经开始学习专业氧化课程了。当然啦，这主卧的卫生间真是不出所料的大，放个小泳池都可以吧？这个3楼呢就是一间小阁楼了，可以改造成办公区域。虽说4阁楼，但这采光和空间真不赖呀！而且谁家小阁楼还带一个圆弧形的大露台啊？这里的空调清新一点。住在这里的人应该没什么烦恼吧，陈姐？一定有烦恼吗？最后的负1层就是一个车库，当然还有一个100多平的花园。这个花园呢，我们准备用红砖把它分割成不同区域的菜园区，种上芦笋、橄榄、荷兰豆、蜜桃红薯、西兰花、草莓、蓝莓和秋葵，开春就种，边种边改造。门口的区域都种上花，这一进门必须拥有个入门花架。这工程是越想越大。在这春和日丽的季节，勤劳的雅雅和橘子姐又要开始2个露台花园，一片很大的菜地，能放2台车的独立车库，4带小花园的办公阁楼和一整层的健身房加电影院，可以住得下退休的爸妈，有时回家的妹妹夫，甚至想在这结婚生子都够住了。所以趁着天气逐渐变暖，到了种菜的季节，我俩这劳动力也有点单薄，所以我们准备举全家之力把菜地给收拾了。菜先种，首先得有2个壮劳力把树根给挖了，这个我们真是搞不懂一点，挖了能多种点菜。哟，这小弦长得就怪固执的。然后我们需要2个壮劳力负责运砖，干什么呢？当然是修路啦。我们准备把这块菜地用红砖分割成小块，分区种菜一目了然，有条路也方便采摘。就这点路一整就是1天，等整好都傍晚了。可是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地太久没种菜了，超级难挖。这样局奋斗了半天就破了个皮，战场还是得交给真正的大神局吧。你瞧着一锄头是一锄头，我看着都颤抖。哎，你别说这接力棒交出去，画风都好看了。局爸局妈伴着晨光熹微，哎，这地就翻完啦，等菜苗一到就种上。等这片菜地硕果累累的时候，我的养老别墅应该也竣工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想想就期待。哎，对了，你们问之前租的小院儿怎么办？那当然是继续当工作室啦，花那么多钱呢，一雅姐拖着一家4口也得有地儿住。行了，不跟你们唠，省这地给我整大发，4套腰包给房东装修，还免费帮他看家10年，还要给他改造大花园，种这冤种行为，这房子肯定是我买的。你别说，看到这句话我有多希望这是真的。因为这别墅露台改造的第1天，我俩就发现这事情太不简单了。因为橘子姐说水泥地多丑，还是人家红砖好看，于是我俩就准备从地开始搬红砖。但单一完我就后悔了，这房子太大，临时找小工师傅都没人愿意干这活。果然咱们只能靠自己，装走一车再装一车，一车又一车，困难总比办法多。是的，我们现在又要开始铺地，手法呢非常简单，就挨个拼褥子就行了。耐不住它多，所以我准备速度放到257倍，不然怕你看得太累。是的，战争实在太长，相机没电下了岗，手势拍摄也有点晃。不过我们试过了，不管小步颠着走还是大步跳着走，都稳稳的。所以我们准备抠几块出来，种一些有土就能活的低倍植物，比如冰蓝色的太阳花啦等。
咱们哪里不顺眼就抠哪里。首先给它撂点土，把地被植物剪裁成合适的大小，像拼俄罗斯方块一样拼起来，大的小都来点。哎呀，这还有开了小花的，如果说有土就能活，咱这还是阴阳土，还加了缓释肥，那不得全员活得旺旺的。这么一改，真的是好看多了，不过好像有点少。等过2天花种子到了，在砖的缝隙里再都撒上土和花种，这地面就饱满多了吧。当然还有陈姐从去年就开始养的上百盆的花，这还得做个花架搭起来，有啥材料呢？活是干不完了，可以实现赏花喝茶晒晒太阳的大动作，所以我们把其中最大的露台清理出来，准备改造成一个露台花园。因为陈姐喜欢这种红砖的造型，所以我们豁出老腰，用了1天时间，在露台铺了1400块的红砖，种了一些好活的地被植物，准备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我们准备了1年的花花。因为在去年小燕子飞回的时候，陈姐买了装备，说要慢慢准备，给自己一次机会，亲手打造一个养成系花园。这种子是一颗颗种的，小苗是一粒粒育的，名牌是一个个插的，这姻缘盘是一个个摆的。虽然经历了泡水，名牌尽毁，但好在它们还是茁壮成长了。后来天气渐冷，为了让它们熬过这个冬天，小菊爸妈还给它搭了个单间，所以它们走了1年，才慢慢走到你们的面前。再后来加上花是买的，种球栽的，陈姐的后花园变得越来越棒，甚至很多花都需要换盆了。所以我们去了同治年间就在使用的官窑同治龙窑，准备买点红土陶盆。这里有150年的窑火传承，本地红土，陶具捏制，火候掌握都保留着100年前的样子。我们在窑厂买了一堆大小10几个花盆，总共才花了470。不过我们准备挑一些小乖乖，给它们艺术改造一下，刷点颜色，纹点纹理，随心所欲，颜色随意，黑叶也能挑点雨滴，红钢也能带点绿底。不过换了一些花盆，我们发现从小养大的小乖乖，花园放不下，必须做花架，先准备材料。师傅，这个架子直接给我们了。就是给你们。哦，你太好了！看着这些废木架很久了，只需要大力出奇迹，把它们一条条拆下来。凌晨的花架正在向我招手，刚好别墅的师傅正在拆铁栅栏，材质坚固，长度刚好，只需要1分为2。花架材料再加一，首先再把木头表面处理光滑，相同规格分个类，先做层矮的小石牛刀，就是锯这板子有点费腰，没事咱请外援支个招。之前陈姐局促的举起板子，望向认真工作的师傅，静静等待，瞅准时机，直接上手，让师傅来不及质疑，直接上机器。有了这次的成功，让我们胆大起来，趁师傅不注意，放在身后搞搞偷袭。但见那王之蔑视，游刃有余，手起刀落，我的长木板就被切得整整齐齐。那让我们再大胆起来，木条变钢条，一路火花带闪电。师傅每天会摆定在这边。材料备全，先让我们做一些小板凳，搭上灯面，用 N 个钉子固定牢，一排矮花架就好了。再用同样的方法做一批高凳，让花园层次更丰富一些。准备一些角马、螺丝、废栏杆和切好的凳腿。我怎么跟飞镖一样？不好意思，放错了，咱们要把腿固定住，不要钱的花架就好了。这边再做3层放不爱淋雨的花花，因为是3层，高度有点高，得多多加固，固定腿腿完成，非常稳。再拌点花土，终于可以放心的移栽这颗冰身雪球了。浇个定根水，这颗白色的玛格丽特，配个高盆更好看。金雀花真是又好看又好养，这盆落跑新娘也换个陶土盆。糖果色的玛格丽特和红土盆也好搭呀。这颗雪柳本来是有花的，清明节下雨全打完了。冬天种的蝴蝶花毛梗，现在开了真好看呢，垂钓天竺葵大汉。大汉为什么叫大汉？希望你能好好垂钓。最后呢，再把我们的花花摆归位，和小蝴蝶一起看看吧。首先这门是不是有点窄，得开大啊，再补补，留点位置放电器，人工1天350，加上材料小1000，水电全都埋墙里，人工材料又4000，层高太高，咱得做吊底，人工材料又1000，原来的墙面不平整，找瓶砂浆咱整一整，哎，一整全屋都整了整。是的，我们来到了贴瓷砖环节，此环节的师傅是打包套餐制，木模阳工，明码标价，红色无漆，120一瓶。本来以为是我这砖太大所以贵，但直到我看见了他弧形转角，师傅用了32根才摆平，我花了6800。搞定这31瓶，我也没搞定，还得每个缝包工包料400块。然后进度就一哈哈来到了橱柜，橱柜的颜色我们汲取了小院全白不好打理的经验，这回用的是墨蓝色。最左边的是洗菜区，正对窗户，光线好。动线往右，依次是备菜区、烹饪区和出菜区，依次排开，缓缓递进。人多咱也不大气。好了，回归正题，柜体加食材，操纵再打磨，又造了8000。此时的硬装伴随口袋里的2万1一起结束，进度就来到了软装。搞得这么细致还要擦一下，师傅，早知道我们就不擦了。因为橘子爸
爸妈年纪也大了，我们早就看好不用弯腰的方太水槽洗碗机义务，像装水槽一样，洗碗机放进去就好。这款用的是高能气泡洗技术，在高速水流中呢加入空化气泡，不仅能洗碗，还有果蔬海鲜清洗模式，洗出来的果蔬海鲜不仅不破皮，农残去除也高达92%，干净又方便。餐后的碗盘也直接放，一餐一洗容量刚好，爸妈就省事多了。而且集洗排烘箱存于一体，小残渣直接排走，不用2次处理，自动烘干除菌，一点水渍都没有，除菌率6个9，碗筷放心入口，洗完还能存放7天，太方便了。出来就能沾到菜的小厨房，谁不爱？给橱柜配上金色的把手，色调和谐又高级，配上我们从小院摘的绣球花花，送给爸妈的养老别墅之厨房就诞生啦！那我们先改墙面，首先把墙面铲掉，给全屋均匀的涂一层界面剂。这一步是为了巩固基底，增加附着力，因为下一步师傅就要用沼平砂浆进行全屋沼平，后期的腻子沼平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一步对师傅的要求还有点高呢，你会看到师傅拿着阴角、阳角线，游走全屋贴各种直角边边，再拿砂浆把它们封印住，封得有棱有角。当然，如果墙面还有水电走线，挂个网还是要的，主打一个把它们兜住，再封印住。这一步做完之后，就得上精细活了，挂腻。这一步师傅得精细找平，防止凹凸不平，厚度既能遮盖基底，还不能太厚，防止开裂。不过再精细也改不了要吃灰的命运。陪着师傅吃灰的我也终于等来了最后一道工序，刷乳胶漆。不过这回我们选的是艺术漆，里面带一些天然的砂石，得让师傅慢慢的刮出造型，细看还是很有质感的。墙面改造完毕后呢，终于来到了我最爱的软装环节。第一个开箱的是我超期待的白橡木悬浮床，前面断货都没买到，这回终于能给爸妈用上了，都是纯实木的材质，用了大板直拼，传统榫卯结构和质量过硬的五金，品质直接超预期，再配合95度的倾斜角度，符合人体工学，靠着不累。你看还把腿给内收了，既有悬浮感又不容易撞脚。床垫呢是给爸妈配了天然乳胶加硬版本的，对老人脊柱好，睡得也舒服些，不含胶水又环保，用的也放心。这边呢选了一个可以当床头柜的化妆桌，自带装镜的，储物空间也超级多，首饰化妆品是够放了。咱抱着头来个能当茶桌的小编辑，台上能置物，台下能储物，还能移动呢，需要哪里就移哪里。哇，这两用的沙发床也到了，超喜欢这个设计，既可以当小沙发看看书，又可以躺着刷刷剧。当然啦，还需要一个衣帽架，下面可以当脏衣篓，上面就挂一些常穿的衣服，还带滚轮，方便使用。这款我都买了第2个，话说这已经是原始木语硬控我的第 N 件家具啦，用料环保，颜值又在辛巴上，那么新家具还没啥味道。最后呢，拿捏一下氛围感，看看爸妈的新房间吧。终于像个菜地了，括弧远远的看，因为这土壤板结的像砖地，所以我俩又乱敲一气，砖地变成了碎土地，我们又施肥来又翻地啊，也不妨碍小苗全都死得翘翘的。我心想这不行啊，前面白干了，这得换土，直接换成无污染的泥炭土。有机蔬菜得从土做起，加点米糠，有益于微生物繁殖，再和我匀，就这样把每块田都改了一遍，种上蓝莓、树莓，套种薄荷防虫，茄子、辣椒套种9层塔防虫，黄瓜、秋葵套种韭菜防虫。这种气味强的植物，小虫子都会敬而远之的。番茄就种了3种颜色，白糖、绿宝石、黑珍珠，套种的是罗勒，罗勒洗水，番茄不洗水，这么种呢，番茄会更甜。还有香茅、牛至、石榴、百里香、欧芹等等瓜果蔬菜香料20多种。终于在我们的辛勤照料下，没过多久菜园就开始变化了，小苗慢慢长大，种子慢慢发芽，该做花的做花，该做果的做果，一片欣欣向荣。所以呢，为了他们的茁壮成长，我俩去了菜市场，有机肥料上了场，水果做成酵素肥，生菜叶子、瓜果皮用堆肥桶做成堆肥，捏散的菜籽饼，80度的热水，糖稀还有 EM 菌一起分存起来，发酵成液体肥，还发酵了干的菜籽饼肥、液体的鱼肠肥，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经过1个月的发酵呢，菜籽饼已经变成了肥料，表面都是菌丝泡泡，稀释20倍就能茁壮我的小菜苗。为了不打农药，我们又自制了苦链子酵素防虫，又经过了1个月的发酵，把它稀释20倍，虫虫见了都想跑。当然了，为了迎接慢慢长大的菜苗，我们用木头废料准备搭个吊秧条。这想法是美好，石头是老跑的，钉枪也是用不好，不过这方法确实是极好的，斜着钉是可以的，绕得很牢。我们一口气做了3个，用来吊番茄秧秧、黄瓜秧秧，各种秧秧。咱走着，插头里顾牢牢，嚼着嚼，不愧是你嚼着嚼。架子搭好没多久呢，小番茄、小黄瓜就肉眼可见的往上爬，长得越来越大。送给爸妈的蔬菜小院也在我们的悉心照顾下变得郁郁葱葱啦。姜黄等秋天就能收获了，细杆空心菜种一次无限生长，超级嫩，能吃1个夏天。吃不起的小葱可以拿回去炸
葱油，生吃的蔬菜再也不用担心残留，做菜的香草自己院里就能摘到新鲜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品种自己在家直接种。先从自然醒的早晨说起，自从不用人挤人的赶地铁，我们是睡到几点算几点，再也不用当垫背。不过咱还是得擦灰。自从搬到小院，家务劳动量那是直线上升，200平的房间，100平的小院，1200平的菜园。不过对门婆婆会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菜，邻居大姐会窝对窝的送我们菜苗。在这满是自顾不暇的世界里，还能有人顾及到你。院子大的好处就是在家里露台就可以赏花烧烤。不过我们今天搭了个天幕在小溪，准备带昏昏露营洗个澡，先去地里摘点菜。一到收获季，这菜既吃不过来又没地儿放，长老放坏了又很可惜。还好我的海信璀璨565真空头等舱全线冰箱足够大，不然收获那么多哪放得下。而且这真空分子锁鲜科技可帮了大忙了。海信565的真空头等舱让食物处于低压低氧环境，让食物更持久保鲜，还有母婴冰鲜果蔬3档自由选择，为蔬菜肉类搭配最合适的真空度和湿度，非常贴心。放了2周的蓝莓还能爆汁，白菜放2周也不蔫，一样水灵灵的。把一会儿要用的鸡翅也拿出来，真空头等舱放了7天了，还是一样的鲜嫩多汁，不用解冻直接腌制多方便。海信565真空头等舱还有真空预处理腌制功能，把腌制好的鸡翅放入头等舱，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均匀入味，口感还饱满，比之前备餐时间短太多了。这1个小时呢，咱收拾装备，锅炉、碗筷、气罐、炉子都得带上，小家伙们拿个鱼罐头。鸡翅也腌好了，放入真空魔方，还能直接带走，多方便。而且真空魔方可以无限复制真空环境，像水果干货可以随心按粒储存，大大提升冰箱的空间利用率。冷藏冷冻搭载全空间离子除菌净味技术，全天24小时工作。我这小蛋糕随便放也不怕有冰箱味儿。而且这台冰箱可以做到108度广角开门，日常拿取东西不怕磕碰，也不配前置涡轮散热，既不用担心散热，还没有卫生死角。冰箱厚度只有60厘米，完全嵌入我家橱柜，做到纯平全件，玉龙雪山高定面板，看着就赏心悦目。现在还有以旧换新全国可享，质高减20%，可以去门店、天猫、京东详询哦。装好了就可以出发了。自从有了小院，我们的种菜技术年胜一年，再也没点过外卖，除了种子肥料，连买衣服都很少。衣服嘛，够穿就好。种菜技术越高越好，我想应该不是每个人都会功成名就，能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就已经很好了。我再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丢掉自己一整天的快乐，这也是一种成就啊。记得3年前刚租小院的时候，俩人浑身上下都凑不到10万，却依旧大言不惭，信心满满。结果费用远远超出预算，泥工瓦工还得自己干。哇，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属于我们的秘密基地，可以晒晒所有的不如意。生活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写卷人不也是阅卷人吗？遇见爱情，结婚生子，或是自由肆意，浪迹天涯。既然无法讨好全世界，改造别墅呢也好几个月了，别墅的大门一直是坏的，被雨水泡得不成样子，所以我们拆掉旧门，向工厂定制了一扇新门。就是这原木色有点不搭，得先上1层木蜡油改改颜色，刷2层胡桃木，这顺眼多了。等油干的时间呢，我们再刷一块小木板，用来做门牌。咱们先用复写纸把线稿描在木板上，稍微用点力度，让复写的线稿清晰完整，方便后面照着掐丝。掐丝前得先用粘丝胶按照线稿的线条上胶，等待5分钟胶水成型不拉丝之后，就可以把铜丝按线稿掐上去了，再用小木票压牢固压平整。这铜丝呢配合镊子其实很好塑形的，就是要细心一点，慢慢来。花蕊上的纹路呢都要一个一个的粘上去，半成品就已经很有感觉了。接着用砂料点蓝，把砂料和固砂胶混合均匀，再用吸管填在铜丝里，颜色由深到浅，渐变的地方用刮刀混合一下，深度填2/3就行，多余的吸走。等待24小时干透之后呢，就可以用临摹胶封层了，封层用滴管均匀的铺上去。现在是白色的，等待2-3天干透之后呢，就会变成透明的了。这个时间刚好让师傅把门锁先装了，因为别墅外围没有门，所以入户的安全性非常重要。我选的小米这款 M30 Pro， 别墅上下4层，楼下敲门楼上是听不到的，但门锁是 AI 双摄全景猫眼，监控范围广，视野无死角，并且会远程提醒我门口有访客，外卖快递还可以远程变声对话，朋友来玩可以远程给他密码。你来啦？那我给你发一个人事密码啊。开锁方式也特丰富，回家大包小包指纹开锁不方便，就用它的3D 结构光人脸识别技术，真是秒开锁特方便。夏天为了防晒，脸上戴的都是口罩墨镜，摘下来很麻烦，可以用掌静脉识别，伸个手直接识别掌静脉血管图像，非常安全。还有指纹、蓝牙、NFC 等11种开锁方式，哪个方便用哪个。而且更贴心的是，我出门经常会忘记关没关门，以前得回来检查，现在门锁会提示，手机也会第一时间发消息告警，家里有它安防放心多了，不光治好了我的强迫症，而且
和胡桃色大门搭起来可有质感了。这门牌我们准备再加一个立体生动的彩碟，先把线稿分成2半，一人1半，时间省半。反向粘一条透明胶带，同丝捋直，我这样一扭一圈，左一放，哎，右一下。哦吼，就完成了一堆小翅膀。但为了让翅膀能立体的飞起来呢，我们按照线稿裁出同样形状的铜板，上一层粘丝胶，等它不扎丝了，把翅膀粘上去就成。上半部分的翅膀呢就做好了。同样的步骤，我们只需要下半部分也做好了，同样方法得到一只立体的翅膀，再掐个胖胖的小身子，就又到了我最喜欢的调色环节。对外围点一层深蓝色，再慢慢过渡到天蓝色，再用一点鸢尾的3种紫色，配合黄色、红色，慢慢晕染，点出一对绚烂的银河翅膀，还没干透就已经很好看了。再用胶水固定到门牌上，调整翅膀的飞舞幅度，点上璀璨小珍珠，最后粘上门牌号，我们的入户大门就改造好啦。钱花了几十个 W 硬装还没结束，就耗时耗力到抵挡不住。来吧，从铲了墙开始，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为了幸福感强烈，咱地暖得安，200多平的地暖，冬天电费都得上万。别墅没电梯，这材料得靠人背，那肯定要给小哥加辛苦费。硬装还没开局，人工就得翻倍。为了没有后顾之忧，这全屋水电防水得规格最优，还有隐形预算杀手，就是想上个楼，还得包墙包地安扶手。这还是个半成品，后期改造还得花一笔。室内的墙面还没整完，室外还有积水的露台。这从里到外没一个不是必要的工序，但从上到下没一个省心的工地，所以你就能看到水电工师傅护的墙，泥瓦工师傅凿的地。为什么呢？因为电工师傅水管高度错了，砸墙整改之后我得把补墙工作做了。我也是第一次见甩墙。这边呢，浇地的师傅地面厚度错了，卫生间比卧室还高2公分，这洗澡都不敢水大了，怕顺势就流到床下了。当然能解决算是好的，怕就怕凿到一半告诉你水泥能灌不能换，毕竟管道都浇进去了，再凿就是精密作业了。那能怎么办？是我不想更新视频吗？是我没脸更新视频啊！好在艰苦的硬装生活终于要过去，明年呢就是我们擅长的软装了。客厅呢，橘子说要布置成这样，环绕前厅的沙发，再做个包裹全身的沙发，水泥风格的茶几配色调温柔的纱，电视要卡萨帝那种艺术壁画电视。前几天刚好刷到卡萨帝超级品牌日直播，这款还给配星闪指向遥控，玩游戏精准跟手又顺滑，不用的时候就当一幅画贴在家里，这设计多好。西厨呢设计成这样，开放式的空间，柜子就墨蓝色，面板用鱼镀金大理石，桌子上的大花瓶儿放花园里的花花，家电橱柜就像卡萨帝星月套系一样，全部零距离嵌入橱柜，这样盘根错节的电线就可以全部隐藏。我还看到卡萨帝冰箱实验室，这个低氧窖藏养鲜技术太厉害了，低氧环境下抑制果蔬氧化，吃不及的蔬菜放7天都水能如初。西厨区这个家电橱柜坐定了，几间卧室的墙面呢已经刷完，别墅的木地板也已经开贴了，等室外大大小小露台做完硬化，橘子冬天再认真学习花园造景，明年的软装和花园一定好看。新的一年呢，希望我们的工地处处顺利，也祝大家顺顺利利。今年翻，但室内硬装有点慢，橘子就把1楼花园打扫出来，准备先安置它养在小院的小盆栽。谁知道盆栽经历了1年的风吹雨打之后，在这个冬天喜提全军覆没，看来这露天盆栽还是不行，得整个大的整地栽。所以我们准备把原来的拆掉，重新来过，在此基础上连同旁边的地做一个大花园，先量出花池的宽度，再把多余的红砖清理掉，给花池腾出位置。接下来就由亲爱的橘爸橘妈上场了，用防腐松木做花池。为了能让花花有空间生长呢，花池做的比较大，把今年夏天的红薯泱泱埋进去，过段时间就能变成花肥。再用花池连接起右边的土地，可发挥的花境空间呢就大了不少。可惜橘子养了这么久的盆栽，如今都变成营养土了，但没想到几年不住人的土地还能长出羊肚菌。全哥，我的羊肚菌刚挖的这几个馒头肯定开门，喊走了喊走了，很香。因为我们又找到了好多个。我们这是啥子风水宝地？阿姨提醒我们不能挖，这样年年都有的吃。长个气，要掉到隔壁去了。没想到结了这么多，还能晒起来慢慢吃。天色渐晚，剩下的活咱明天再继续。改造一天浑身是汗，回来只想舒舒服服的泡个幸福澡。自从有了卡萨帝桃花水热水器，在家就能泡上养肤浴，因为用的水晶内胆，根本不用担心秀水会污染水质。最爱母婴净肤洗功能，把杂质细菌都处理干净了，水质纯净到不小心误喝都没关系。里面还有天然矿石，利用新丝矿化技术再现了天然的矿泉水，洗完以后皮肤都是滑滑的。
头发也不会毛躁，双胆设计，水量也大大增加。泡完澡，一家人继续热水澡都绰绰有余。特有的屏线技术让机器整个背面紧密贴墙，水路也是全隐藏，风浴室里也很高级好看。享受完养肤浴，护理皮肤，好好睡一觉。明天又是战斗的一天，因为我们要填土啦。先从院子其他地方挖点原土，打个底，和平。菊妈又清扫了别墅各处的落叶，全都到土里，埋个肥，疏松土壤。最后上一层番薯秧秧，黄姜叶叶，主打有啥放啥。最后附上一层土，撒点疏松土壤的稻壳。橘子的废物利用堆肥版花池，就可以交给时间慢慢分解啦。这个时间呢，橘子准备自学花艺，自己设计花镜。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消费低。先带你们感受一下赶集的物价：5元4捆的栀子花，10元5根大玉米，4块一整个包包菜，5块钱2串糖油果子。如果家里不种菜呢，50块钱的菜1周都吃不完。但是我俩种菜，由于不用除草剂、不打药、技术不行等综合因素，虽然菜长得不咋地，但是还好咱不差地，随便长长就够吃了。更可喜可贺的是呢，橘子爸妈来了，菜地真是如虎添翼。我们还养起了小鸡，更不用去赶集。尤其一到夏季，各种水果都吃不及，所以家里现在有枇杷酒、李子酒、桑葚酒。最近到了吃柚子的季节，不知道柚子能不能泡酒啊？但缺点就是不用除草剂，耗人又费力，光制作肥料、生物防治这件事儿，网友都说我们是去上了农业大学。田园生活的背后是负重前行，但是吃的健康又安心，整体来说是很划算的。食说完了呢，我们来说住。这个小院我们从破破烂烂改造成这样，属实花了不少钱。不过我们同村的邻居稍稍改造下，也住得很温馨。这个分拣由人，农村的房子除了冬天潮一点，夏天蚊子多一点，其他的我觉得都很好。而且自从菊爸菊妈来了，我们生活更幸福了。用自家豆子做豆浆，自己钓鱼做全鱼宴，一起装扮小院过新年，一家人吃饭看电视都热闹多了。但是住农村最大的缺点就是对父母来说去医院太远了，这也是橘子在城里租一套别墅的最大原因。自从叔叔阿姨来成都呢，改造别墅也没少出力，我们自己动手改的盆栽花园，经过一个夏天，最后习题全军覆没。还好在菊爸菊妈的帮助下，我们清理掉了红砖，用松木板和爸妈一起做了可以地栽的大花池。菊爸做花池边框，菊妈就往里填土。做好的花池呢，我们按照手稿种好了小苗，期待明年会美丽富饶。楼下的菜园虽然被我们打理成了香草蔬菜园，但这个冬天呢，我们也更新了装备，做了好多菜园框框，铺上了碎石小路，改造了花园2.0版本。小院为了迎接新年，也在一家人的布置下变得红红火火，更有年味儿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一家人一起努力，和和睦睦的创造生活，拯救了我的睡眠。所以姐妹们，这篇码起来，先告诉大家怎么配线香。这个线香配方是我跟一个很厉害的制香师学的。首先呢，我们要去靠谱的药材市场买药材，买这些，注意别买到网上熏流的。买回来的材料呢，得先研磨成粉，工具要用瓷具、石具，不要用金属哦。稍微烤一下呢，会更好磨一些。所有药材研磨过后，过100目的筛子，分装起来备用。再按照这个比例把粉末混合起来，要慢慢搅拌，混合充分。这时候就可以先用混合好的粉末打个香钻了。像海南沉香、薰衣草、高品安息都可以辅助我们静心安神、集中注意，也很适合我们冥想休息的时候用，也能让我们静下心来做线香。剩下来的粉末我们混入楠木粘粉，主要起到凝合的作用。慢慢的少量多次加纯净水，反复揉捏，直到揉到不沾手的状态，就可以静置4小时醒一下了。醒完的香泥搓成长条，放进挤香器，把香挤成长条即可。再等分成21厘米的线香，一条一条将线香理整齐，多余的切掉，应该1周就可以使用啦。睡前点一炷香，让香气弥漫整个房间，心神都得到放松。这些材料除了做线香呢，我们还可以做点香丸，把蜂蜜加入锅中，小火把水分熬干，就做成了炼蜜。像这种焦黄色放入水中不化开的状态就可以。在混合的香粉中加入炼蜜，反复揉搓到不沾手，揉成团儿按压到模具里，做成一个一个的小香片。阴干后的小香片呢，就可以用熏香炉日常使用了。制作香片、香钻、线香呢，本身就是一件可以静心凝神、抚平情绪的事情。希望大家享受这个过程，也祝大家做一光拆改新建15000就没了。全屋水电看着没啥难度，就是凿墙布线、插管排列，但是面积太大，材料花了35000，人工还得35000。成都的冬天阴冷又潮湿，为了提高幸福指数，咬咬牙这地暖也得装。这一装材料人工就是5万，后槽牙直接咬碎。地暖铺完，轮到自流瓶盖被了，材料自己买，人工自己找，好歹只花了6000。
接下来是贴砖吊顶，贴瓷砖的地方就有4个费人工的卫生间，一个大户型的厨房，外加一个200平的地下室。吊顶我只吊了必要的客厅、卧室、卫生间，材料加人工9万又没了，还有所有墙面的基层处理和面层乳胶漆，一共1000多平，材料人工又是5万5。楼梯铺装的莱姆石，一共4层，材料人工8000，楼梯扶手改造再花8000，而且这颜色我还得自己再改一下。全屋木地板我还选的有点瑕疵的，还能打点折。200多平的材料人工一共花了6万。还有4个卫生间门1万，4个房间门1万，前前后后清运了6次建闸，清理费1万2，扔个垃圾都这么贵。还有4个面盆水龙头花洒1万3，厨房的柜子和台面8000，4时的金额已经来到了41万5千。最近又订了3个衣柜，3万块又没了。室内算完了，大概看看室外。室外因为基本上是自己动手，材料呢也是废物利用，所以买土买砖买木材大概花费了2万。替大家试过了，在自己找材料工人的情况下，只是很基础的硬装，400平的别墅已经花了46万5千了，所以大家都花多少啊？好在呢，硬装结束，春天来了，终于可以开始我们擅长的软装，打造我们的花园和菜园啦。所以橘子准备搬进来慢慢改造。所以今天我们约了保洁阿姨，准备换个皮肤，把别墅从上到下打扫一遍，准备迎接软装入住。那先来收拾东西。打扫干净，看着就舒服。花园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但室内的绿色还没有方向。橘子说要找到它的梦中情叶，让室内也生机勃勃。就是看了一上午，也没哪片叶子趴在它的心包上。前方是绝路，希望在转角。看来看去，还是老板的这棵比较好。最终，陈小菊夺老板所爱，收获了3盆梦中情叶。这第一位是黄金荣同学，常绿灌木，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尤其是它黄绿色的叶片，在阳光下非常耀眼，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那为你颁个金光闪耀奖吧。第二位呢是面包树同学，热带地区常绿乔木，喜欢高温，喜欢湿，生长迅速，叶片又大又好看，还能结果实，充满了热带岛屿的浪漫气息。那为你颁个热带风情奖吧。第三位呢是油橄榄，地中海常绿乔木，耐寒耐贫瘠，长得极慢但寿命极长，低调的银绿色叶片搭配纯质古朴的树干，仿佛一位历经岁月的贵族。为你颁个古典优雅奖。还有花园里的郁金香，就像春天的精灵一样准时到来，封你为春日精灵奖吧。干净的房间，透亮的窗户，生机勃勃的梦中情叶。想想马上就要进场的软装，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说要给花建个家，让我帮他一下。我一看，好家伙，要搭建拱门，就是拱门搭的也太刺眼了。我说我们还是刷个颜色吧，万一花长不起来，还能当个装饰。陈小菊说，要不多准备几种，看腻了他换着来。虽然知道他没底气，但没想到这么没底气，所以一下午我们都变成了无情的粉刷匠，粉刷陈小菊的作弊现场。当然花架还得晾一晾，得先把花种上。要想花长得好，肥料样样少不了，万一1颗死翘翘，2颗保底必须要。陈女士双管齐下，左右护法，把花架牢牢钉在桂花树下。我也终于功成退下，但第二天他又把我喊到他家，这个有点难搞，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心灵手巧。陈小菊说要给入户编个黄麻地毯，来突出手工的质感。结果材料分开买的首单优惠，到手发现根本不是一个单位，这人工薅的我是一点儿没防备。结果人预算全拿来报装备。装锁师傅来了，陈小菊给他的拱门花架安排了个门卫。仔细一看，华为也来门锁市场卷设备了，把旗舰机的摄像头让智能门锁也配备了， AI 芯片也拿来升级人脸识别了。每次开锁门锁也能学习了，胖了瘦了人家1年都能认出你了，还贴心的把识别范围扩大到了1.2到2米。小孩不垫脚，大人不弯腰。以后陈小菊就是跑到非洲也能实时的看到的花了，走过路过那没事儿，但凡鬼鬼祟祟逗留一下，马上在 APP 推送大脸给你，别想多花1根毫毛。再设置个天气提醒，降温提醒添衣，下雨提醒带伞，天有雨请记得带伞，出门提醒关火，不要忘记关火哟。有小孩了还能提醒别忘带红领巾。这省不少事儿啊，我都想安排一个了，还是先安排一下地毯吧。其实没啥难度，就是编3根为一股的麻花辫，编1、2、3、4、5、6、7、8、9、10，总之到你想要的宽度之后，就可以拿麻绳把它们穿起来了。1根串2根，2根串4根，4根串8根之后，手工黄麻地毯就好了。抖一抖碎渣渣，陈小菊虔诚的把它放了上去，欢天喜地的试了试脚感，准备好了一切迎接他的拱形花门。临走前我问他，你这花叫啥名儿？他说卖家说叫风车茉莉。我搜了下开花时间4月，我望了望没有一点花苞的花，所以我们先用丙烯颜料把骨架通刷一遍，晒一天让它干透，然后拿出我们的纯山羊绒线，一圈一圈的绕上去就行。但是羊绒线非常的细，如果想绕的紧紧密密不露骨架，那这一格至少得绕上千圈，不出意外我俩得绕3、4条。还好无数根，我
换一个做法。这趟鼓打的有点太早了，因为下一圈更要命。首先得从大卷线绕到小卷线，才能穿起来更方便，还得一根一根挑开灰线，让粉线穿插在灰线里绕上去。一根一根挑开，太难了。而且绒线极易断，还不能绕乱，一小绕一格，膀子都累断。这是第一次加速到100倍，进度都没啥变化的手工，只有提速到350倍才能穿越一点时空。但才穿了2天，我们就又加线了。此时的成本来到了498，我们也流水作业3天了。看着目前的成果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朋友，我们还有2圈16个小格子，虽然它小，但穿的圈数和要挑的线它一成不变。就这样，我们又穿了2天，前后一共5天，我们终于穿完了，非常完美。哇，为自己的手艺折服了。那最后一起来看看让我们胳膊酸脖子痛眼睛都给我穿坏了的手工羊绒灯吧。